今天呢，我们来讲这个如何使用这个 ComfyUI 哈，我们就是从零开始，就是教大家去如何用这个 ComfyUI 绘图。它其实就是 Stable Diffusion 嘛，然后它变成这个节点去使用，然后每一张产生的图呢，一个 PNG 的图呢，其实就是一个工作流，然后丢进去，它就会把所有的节点都显示出来，这样。那我们这个 ComfyUI 呢，其实也是一个我自己算是我自己的一个学习笔记了，然后大家一起交流，求进步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开始讲如何安装这个 ComfyUI。如果是在 Windows 安装呢，这个大家应该都会，我就不多讲了。然后我们一样去安装在上次我们那种虚拟环境Ubuntu，就是 Windows 的 Linux 子系统里面，这样，然后一样用上次那个。好，然后要怎么安装呢？一样哦，我们按 Code 这里，然后复制在这里，我们打 Git clone。好，抓下来以后呢，我们进入这个资料夹，ComfyUI 的资料夹在这里，进来了啊，就是这一个资料夹，其他的关掉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去开启这个拍上，去建立一个虚拟环境。如果呢，你这个指令无法执行，你再执行去安装这个拍上虚拟环境的这个安装包。那我们因为我已经有装过，我们直接下这个指令。好，这样呢有没有呢？我们要看这个目录。哦哟 ，VNV 出来了，刚刚是没有的，现在才有。好，现在有了之后呢，一样，我们就来启动这个虚拟环境。前面有这个 VNV 哦，这个虚拟环境已经启动了，然后我们就开始安装。好，这个指令好了，我们再装这个依赖包。好，这个依赖包也好了哈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开起来测试看看。有没有？然后这里已经有那个网址了，我们可以开看看。有，也安装成功了。然后它这个，因为我们里面刚装好，里面是没有模型的哦。好，现在开起来也安装好了哈。那我们现在要做一些其他的步骤哈。好，我们现在来装一些必要的插件。那这个必要的插件要怎么装呢？我们先把它关掉。一样哈，我们开启这个，进去这个资料夹，然后开启这个虚拟机环境。好，我们先进去这个节点，这个先进来，有没有进来了？然后这里面有一个 Custom Node 这个节点，插件呢都安装在这里。那我们进来之后呢，要安装什么插件呢？
我们首先要安装的呢，就是这个插件管理器。我们首先要安装的就是这个插件管理器。好，这样就装好了哈。有没有在这里已经装好了？然后我们就可以再进去一次。好，进来了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管理器出来了。那我们现在呢，要再装什么插件呢？首先，不习惯使用英文界面的朋友呢，我们先帮你来安装这个汉化插件。啊，这里不习惯使用英文界面的朋友呢，我们现在安装这个可以汉化的插件，有没有？这个就是这个，好，按 install， 好，我们来 restart 重开，装好之后重开。哎呀，刷新以后就有了，这里就有繁体中文、中文、日文、韩文都有，刷新以后它就变繁体中文了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做什么呢？我们就是安装我们最重要的 ControlNet 插件。这里呢，就是我们最重要的 ControlNet 插件。然后呢，它这里有不一样的那你如果不会分呢，你可以装这两个，装这两个，然后我们就先装这个。好，我们 processor 装好了，我们就是要装这两个 ControlNet， 一个是 processor， 然后一个是这个进阶的 ControlNet， 这个其实就是预处理器，这两个都要装啊然后这两个装好之后，你可以按 restart。然后我们来看有没有装进来，有，这两个有装进来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呢，就是我们要开始改我们读取模型的路径。先把它复制一下，贴上，然后我们要改一下。我们要把这个example拿掉，然后我来打开给各位看了。这里呢，你就可以设定，你如果有很多个 SD 或者是 ConfigUI 的话，你不要每一次都要放一个那个模型，这样你很吃空间了。然后呢，因为我这是用虚拟机的，所以我这里就没有做然后我主要就是动这一些。我把我自己的贴过来给大家看。要注意的是虚拟机如果读 Windows 本机电脑的话，前面要加 MNT 然后这样它才会去抓你吸槽的那个模型那样VAE Embedding 这样。然后 ControlNet
你的 IP adapter 不要跟 controlnet 放在一起，因为它这个是有分的，它这个实际上是有分的。这里还没有装。你如果有装到 IP adapter 插件的话，会出现在这一边哈。那我还没有装没关系哦。然后这个 clip 呢，这个是 SD3 会用到的，这样。然后我们先储存一下，然后我们可以重开看看。然后这里就有它读的路径了，这里。全部的大模型也有了。然后我们来看看 controlnet 有没有，也有了，它都有读到了，在这里。IP adapter， 这个就是我自己在controlnet 目录里面又建一个 IP adapter 目录，这样这里都是 IP adapter， 这样。那实际上你不用跟我一样哦，全部抓，我这个其实都是全部抓下来的，然后你只要抓你要用的就好了。那 controlnet 也装好了，然后大模型它也有读到了，这里也都有了。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装什么呢？我们接下来就是要装这个。我们接下来来装这3个节点了。这个节点呢是什么呢？它这个节点里面有9个节点哦，这里有 pause 也有翻译，这样。大家比较常用的其实就是翻译啊，这样。这个 Castaño 的这个 APA 跟这个常用的节点脚本这样，还有这个 SDL 的提示词带哦。然后最后再装这个那个工作流管理器，这样。我先把这些都装起来，这个已经装好了，我拿过来。我们先把这些都装起来。这个这些都是常用的节点哦。这样。然后呢，我们最后再装这个工作流的节点。这个真的很好用，这个我等一下跟大家说，这个怎么用。
这里。好，这里也有了哈。然后我们还要再补充装一个 IP adapter 节点。这里，好，都装好了，我们来 restart。因为要装很多新的 component，它等一下一定要装一些补充的东西啊。好，我们先清除这个工作流哈。它这里呢有很多这种不一样的节点哈，像这个 load 有这个 checkpoint 这个节点，然后呢也有这个，等一下，Caliper 文本编码器哦，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写提示词的地方这样，然后我们也要给它那个空的 latent 哈，画布这样哦，去出图这些图片的尺寸。然后你看这些东西，新手其实都不知道怎么用的哈。然后我们刚刚呢已经有就是 import 这一些 example 进来，然后我们就拿这些 example 下去讲解这样。我们先清除这个工作流，然后就可以把这个第一个纹身图这个2阶段纹身图图片进来，然后在这里再用这个范例下去做讲解，这个就比较好理解了。一个空的 latent， 然后我们用这个模型啊，然后这个是它的 Caliper 文本编码器，然后这个文本编码器呢，我让它旁边一点，大家比较好看懂。它必须要接这个采样器接过来，正向跟反向的提示词。然后呢，它这里呢，后面这个是怎样？这个其实就是放大的意思 ，latent 缩放这样。你可以去填它的尺寸啊，768，然后变512这样，1152这样，这是它的放大尺寸这样。然后这里有步数，我们用比较多人用的尤拉好了。这里是，都用30步。CFG7啊，这里是用尤拉哈。它这个样子就是这样，一个纹身图进来之后呢，然后再用 latent 去把它放大，这样，然后这就是放大后的图片，然后这个呢就是原始的768×768的图片，这里这一个一样，也是这个画布这个 latent 过来这里。一个画布过来，接这边吐出来，然后这一个呢，就是再吐到放大器那里这样。然后这个缩放方法呢，其实不懂就不用管了，这样。然后我们可以跑一次看看。然后这个其实就是重位幅度了，这样。你如果要用 SD 的话，其实就知道这个重位幅度是什么，就是它放大之后会增加多少细节，
如果你拉很高的话，拉到1的话，其实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图了。然后我们来跑一次看看。就是这2张，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一张跟这一张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详细的工作流是怎么运作的。这个就是第一种采样器，这是不第一种放大方法。然后这里有2种放大方法，一种是这个 data 放大，另外一种是这个 ESRGAN 放大，这样。那这个就是纹身图的工作流了。然后我们可以把它砍掉，再来看下一个。一样啊，我们来看它是怎么运作的。一样也是文本编码器，然后呢，这个负面提示词，正面提示词啊，因为我们前面呢有那个装那个 style 的插件，你看你按下去这里就都有了。那我们可以把那个也写进来，那个 embedding 快速插进来。比方说这个 beta hand 有没有？还有这个 easy negativity， 有没有？就快速的把它 embedding 进来，这样。然后一样一个空的画布，768的画布，这样。然后一样，第1张就接这个原始图的 VAE， 然后第2张这个 VAE 呢放进来，可是要开这个图像缩放的模型，用这个图像缩放的模型呢，再去外接我们自己有的放大器，这是我们自己下载的放大器，这样，然后我们可以去看看效果，这样，然后这也是尺寸的，然后也是重绘幅度，然后这一种呢放大器呢，就不建议用到那么高了，这个可以用0.3左右就可以了，然后一样我们也来跑一次看看。忘记选了，他刚刚用到预设的，没有用到我的，这个才是我的。然后我们再来执行一次，有没有？这样才可以。然后基本上就是这样了。因为我刚刚没有选，他没有读到，这样。基本上就是这样。然后这个呢是比较适合这个真的画风的放大器。然后还有一种这种是直接放大模型，直接放大的这个范例的这个就是说我这一张图做出来之后呢，我没有要再重绘增加细节才放大，我就是把原始图片放大而已。
这样。我又忘记换。这就是直接放大而已，这样。然后我记得它直接放大倍数是不能够改的，然后它这个呢，就是说，就直接放大1倍，512直接变1024这样。这就是我们就先讲这个纹身图的工作流，这样。然后这一些呢，大家可以自己去研究。然后我们后面再来讲那个 SD3呢，这个要怎么用，